大家好，关于年菜种植，这是山茼蒿的生长现况。因为可以反复采收，自然有办法充当年菜。不过这草籽也开始发威了，这也是为何说刚整好的地呢，先别种植高密度的叶菜类，会比较方便除草。而这一旁育苗的大陆妹福山莴苣品种也已经开始出苗。移植的过程会在影片的最后呈上。关于种植年菜，目前只打算挑软柿子吃只对容易整理的空间进行整地。这槽内中间的位置是由蒜茎剥下种植的半天蒜而右侧则是已经移植完的结球莴苣。这位置是菜园的中央区，有环绕水池围绕着。跟年菜种植位置采用了不同的浇水方式，因此又在另立一个主题虽然现在要撒种种植的是柯子白菜，以小白菜而言，撒种的时机离过年时间太久要直接当年菜使用，就得用点非常手段。由于小白菜的品种众多，柯子白菜算是怕热的品种。很难在无特殊设备的田间终年种植不过这等生长出来后，会利用一点手段来延缓采收的时间点。关于小白菜种植，最大的麻烦就是跳虫，但是因为连续降雨多，却让这问题消失了。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烟棚杀虫方式也因此，今年小白菜的种植算是非常容易。对于叶菜类种植，土壤的条件其实很重要。除了疏松的土壤可以让育苗可以更为顺利土壤的有机质也可以让叶菜类生长得更好。因此，若是一直觉得叶菜类不好种植，也许就可以从土壤下手。个人种植叶菜类的做法非常简单有效惯用的手法就只是先翻松土壤，因为多余的缘故呢，就算省略也影响不大。翻松土壤后，直接进行撒种，再将土壤回播进行覆盖。覆盖的深度不用很厚，这只是要让根系不要出现裸根的现象。最后在撒种后的几天，只要保持土壤湿润，小白菜其实只要几天就可以出芽了。经过约半个月后，小白菜已经可以长到这么大。也因为天气凉爽的原因，一旁的结球莴苣进行移植后也都非常顺利而结球莴苣的间距习惯种植的比较密因为感觉彼此挤压的效果可以有促进包覆的效率虽然有人说间距大一点可以让结球莴苣长得更大，但若是天气不够冷，虽然一样可以顺利生长，但是却会容易出现不包覆的情形。不包覆的话，就只能热炒，不好生吃这对于小孩子的吸引力就会大大降低。这大概是因为小孩子对于结球莴苣的认识是来自于汉堡或是三明治也因此算是一种会被主动提醒要种植的菜。而柯子白菜也是每年都会有人指定要求的菜原因可能是吃起来有脆的口感，而若是牙口比较不好，也是可以多煮一点时间克服。由于种植的时间比较早，又有人问是否有大白菜于是就移植一些转做大白菜。柯子白菜是可以结球的作物过往曾经尝试过种到结球，但是需要的时间比较久。而这转做的时间点呢，或许也有机会延后到过年才采收这也是这角落撒种时撒得比较宽松，可以方便挖掘。在天气凉爽时，其实移植不需要带这么多土壤，只是土壤越多，移植后恢复生长期也可以比较短之外呢，
这位置的土壤状况还不错啊，顺道带走一些土壤，也可以带走一些土壤中的益菌啊，继续蔓延到别处的土壤中，这算是简易慢慢养土的方式啊。这事先已经翻松过土壤，将日前收集的隧道梗先行铺上，再移植。铺设稻梗的目的是要避免土壤板结啊，毕竟要种到结球需要一点时间。而收集隧道梗，若是收集中段以下的部位，随便撒就可以很均匀。另外粗度也比较够啦，可以撑得比较久。直接先铺设则是菜苗不是很高大，若是高大的作物，先移植再铺设也是可以很方便啦。因为气温比较低的缘故，作物要进行移植算是非常容易。不过这样种植的方式还有一个问题得克服，大白菜跟十字花科类一样得进行盖网，不然一样很容易引来叶菜蛾。只是今年的天气感觉比较特别啦，不知是否因为11月的时候还有台风所造成的。移植完之后，一样得进行浇水，方便定根啊。就先这样让它恢复生长。盖网的问题呢，日后再处理就好。而移走菜苗的位置，就可以先做个翻松。清理杂草后，就可以再进行撒种。接续就要在此借一点空间，移植大陆妹进来。不过这位置需要进行补土之外，也需要将堆草槽往南边挪。另外，水池中的大瓶顺道进行清理。由于大瓶具有高植物蛋白，而蛋白质的主要成分就是碳氢氧硫氮元素啊。植物蛋白光是鸭子就很懂得吃哈，地底的蚯蚓自然也很喜爱啊。因此在底下铺上大瓶，除了可以减少所需的土量，也是一种种植的循环利用啊。对于制作疏松土壤也有一定的效果。而这结球莴苣天气一冷就可以包覆得很快啊，种植疏密，对于大小个人是感觉还好啊。一旁采收剩下的颗子白菜呢，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自己在这把它煮掉啊。从一旁挖掘土壤补上后，为了配合排水，采用了梯田式种植啊。接续就先开始试菜啊。连续在这里吃了2餐，全部用水煮的方式来试菜的细嫩度之外，也是方便抉择要再多种植哪些菜啊。只是连吃了这么多菜，不是吃到脸都绿了，而是连蛋白都绿了。这是因为有些品种改良后的作物呢，经过加热烹煮后又会变回绿色了。而紫薇小白菜在水煮时，水会变成淡紫色，结果加蛋下去煮之后，又把紫色吸收回来，就变成这种颜色了。不过说不定它的色素跟紫色高丽菜一样，也是一种酸碱指示剂啊。红橙黄绿蓝靛紫，绿色在中间，刚好也就是呈现中性的颜色。而为了方便作业，幼苗还很小就进行移植啊。这种植的间距一样不大，因为大陆妹最好吃的部位是在它中心梗的位置啊。除非是买菜苗种植，就可以让它长大一点。由于中心梗的位置要生吃也可以啊，甚至连狗都愿意吃啊。撒种的话，就可以吃得比较奢侈一点。不过通常这样做都会被念啊，但是不种植密一点，又得找地种植啊。这大概只移植了1/3的苗。天气冷又是自己种的菜，敢种也要敢吃啊。反正外叶也是可以拿去做酵素啊。真心觉得不用对自己太客气啊。谢谢收看。